大家好，我是 K 君。本期视频呢，我将给大家带来《天国拯救2》的战斗系统全攻略，为大家整理出了15条战斗建议，从入门到精通，希望呢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同样呢，一开始还是一些新手建议，老玩家呢可以直接拉进度条看后面的干货。第一条，战斗时请确保你的武器被拔了出来。由于游戏是第一人称啊，很多新手玩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判断出自己有没有拔出武器。这个时候呢，你应该注意看武器的图标，绿色呢就为拔出，蓝色为收起。同时有一个快捷键是可以立刻拔出或者收起自己腰带上当前选中的武器的。在键盘上呢是长按 B 键，手柄则为点击 X 键。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当前显示的不是你想要使用的武器，那么你可以先通过武器选择按键拔出对应的武器，再把它收起来。像这样子，这里呢就会变成你刚刚操作过的那个武器。这个武器选择键呢，在键盘上是数字的1到4键，对应腰带的4个槽位。手柄呢，则是十字键的左右方向，点完以后还有一个额外操作要继续使用左右的十字键进行选择，选中了你想要操作的武器，再按 A 进行确认。同时呢，你在选中那个武器之后，不做任何确认过一段时间，这个展开的菜单呢就会关闭，并且会对你当前选中的那个武器呢进行拔出或者收起的操作。这是在使用手柄时稍微有点繁琐的地方。第二条，敌人的血量在哪里？大家注意看这里主角血条左边紫色的这个就是当前锁定敌人的血量。这里额外讲一下，像你普通攻击当中的劈砍和突刺打在重甲上面是不能直接对敌人造成伤害的，而是会先扣除对方的体力。只有当对方的体力耗尽，或者你的攻击打在了没有甲的部位，才会造成伤害。所以新手看到打中敌人不掉血的时候不要慌张这只是因为他的护甲比较厚，持续对他压迫作战，把他体力打空就可以造成实际伤害了。当然了，这一点对玩家自己也是一样的，当你穿着重甲的时候，对方也只有在你体力为空时击中你，才能让你掉血。所以呢，新手们请尽量穿上防护更高的铠甲，并且在战斗中时刻注意自己的体力，不要让它被耗空或者被打空。第三条，走位。我看到很多新手在战斗中要么是站桩完全不动就被敌人包围了，要么呢是持续的后退，然后走到不知道什么地方被环境卡住，然后就被一顿暴打。所以在战斗中走位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你面对多个敌人的时候。那么走位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在1对1单挑的时候，你只需要注意保持距离，在准星出现攻击方向的图标时这是你直接就能攻击到敌人的距离。然后留意自己攻击和防御进行的位移，保持周围没有障碍物能够阻挡你的移动和攻击这就可以了。在面对多个敌人的时候呢，就需要注意自己一定要保持移动，但这个具体战术呢，这里先略过，我们后面会展开介绍。这个呢也就引出了下一条，一定要注意你的周围环境。周边环境除了会把你卡住走不动被敌人围攻之外呢，还可能会挡住你的攻击方向。当你的攻击图标上有些方向是这种灰色时，说明这个方向上有障碍物，你不能从这个方向进行进攻。所以呢，请尽量选择在开阔地上战斗，不要钻林子走石阵在地道室内作战等等等等。下一条，我们来看一些战斗当中关于按键操作的注意事项。本游戏中按住按键和点击按键是完全不同的2个操作。比如防御呢是按住鼠标右键或手柄 LT，这个呢就是你按下去就不要再抬起来了。但是呢，完美格挡就是点击这2个按键，它们俩是完全不同的功能，你操作错了是无法触发另一个的。就比如说你在需要点击来进行完美格挡的时候，你在正确的时机按住了按键，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不会执行完美格挡的操作，而是一个普通防御的操作。所以呢，这个是一定需要去注意的。另外呢，游戏当中不是你正确操作了按键，角色就一定会做出对应的反应。亨利在很多状态下是无法对你的操作做出反馈的，这个时候呢，按键操作就会被忽略。比如说刚开始攻击的起手动作，被敌人攻击以后的踉跄动作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就需要多进行战斗来熟悉它了。然后呢，现在貌似有一个 bug 就是每次在你刚抽出武器的时候，第一下的攻击按键是没有反应的，它不进行攻击。我在手柄上玩的时候每次都有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如果你遇见这个 bug 呢，就要记住每次在战斗之前抽出武器以后，请先进行一次攻击，确保在敌人跑上来的时候亨利能及时收到你的操作。
第6条，训练。正所谓平时多训练，战时少流血。对不熟悉战斗系统的新手啊，建议多找 NPC 进行木剑训练。游戏一开始呢，你就可以找游民营地的公猫进行训练。在做完短途旅行这个任务之后呢，还可以去塞米找格纳利队长进行训练。有不少新玩家呀，不知道怎么样找到公猫，或者呢是没有办法活着走到他所在的地点，路上呢就被各种强盗杀得死去活来了。这里呢也是提供一条从初始村庄到游民营地最为安全的路线，基本不会遇见拦路事件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在初始村庄 Troskowitz 走这一条道路，一路往西南走，走到塞米。到达塞米之后呢，从西边出村，沿着这条弯曲的道路，先是向西走，然后呢拐向西北，来到游民营地。这条路上基本上没有埋伏啊，可以比较安全的行走。到了游民营地之后呢，后面就很安全了。直接走到营地的东北边，就可以找到公猫了。好，当你进入训练站之后呢 ，NPC 默认是不进行进攻的，只防御。在这个状态下，可以用来练习连招，掌握攻击的节奏。需要注意的是呢，战斗中是不能打开背包的，所以呢没有办法随时查看连招。大家呀可以把连招记录在其他地方进行查看。在训练当中，通过对话选项就可以让 NPC 进行攻击了。这个呢，可以用来练习闪避、招架、反击、大师一击等等操作。下一条是重中之重，那就是防御，防御还有防御。我发现很多新手啊，战斗的时候完全不防御，硬吃敌人的攻击，生生被一个初级强盗的小破斧子连击连到死，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呢，请各位在战斗中务必记得要防御。而最好的防御呢是完美格挡。怎么样进行完美格挡呢？首先是不要一直按住防御键，这个是普通防御，被打中了之后呢是会掉体力的。然后啊，就是一定要紧盯屏幕中心的战斗 UI， 当敌人攻击你的时候，会有一个绿盾啊出现出来，在它出现的时候，请立刻点击防御键，也就是鼠标右键或者手柄的 LT 啊，注意是点击。如果看到绿盾的边缘亮起了，那就说明你成功完成了一次完美格挡。需要注意的是啊，完美格挡呢是完全不消耗体力的，体力空了都可以用啊，所以大家不要没有体力了啊就站在这边等死，一定要坚持战斗，塔塔卡伊。然后呢，就是如果你没能反应过来，及时按下防御键，也不要放弃，继续需要去按它。为什么呢？因为即使你按晚了，没有了完美格挡，还是可以进行普通防御。但不管是普通防御还是完美格挡，都不会导致你掉血，所以一定要记得去防御。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呢，不要在绿盾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点击防御键，这样子呢会被判定为防御失败啊，中间会出现这样一个红盾，你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进行防御操作，然后呢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敌人这一击打在你的身上，这一点呢是一定要记住的。最后呢，就是在你完美格挡之后是可以进行反击的。不过不推荐新手进行反击啊，因为反击消耗体力，并且极大概率再次被对方完美格挡，形成无效循环。在初期的时候，大家的体力是不如某些敌人强的，所以这样呢是自己吃亏，不如结合下一条，制定出单挑必胜的战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8条，前置。这种前置状态啊，或者叫对决状态，是当你离敌人非常近的时候会进入的一个状态。它的表现呢，就是你和敌人的武器顶在一起，屏幕中心的战斗 UI 还会有不同的指示。第一种呢是我方优势，这个时候啊，攻击图标上面只显示几个方向，你呢需要尽快点击攻击键进行攻击，可以直接对对方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敌方优势，这个时候呢会出现绿色盾牌的图标，
你呢就需要尽快点击防御键，防止敌人直接对我们造成伤害，然后呢再立刻点击攻击键进行反击。这个要求比较快一定要反应得过来。同时呢，这一个前置中间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画，它这个绿盾和攻击出现的时机也是不一样的，大家呢也是需要多去尝试来进行熟悉。好，现在由我们上面介绍的完美格挡和前置，就已经可以组合出一个前期单挑必胜的战术了就是在面对单个敌人的时候，你先不要主动攻击，你只进行完美格挡，并且在格挡成功之后不要反击，反而是呢不断的向前行走，逼近对手，这样很容易就可以强迫他跟你进入前置状态。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专心去观察前置给你提出的按键需求进行操作，来稳定的对对手造成实际伤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战术在1对多的战斗中没有那么好用，所以大家呢还是在单挑时候使用它就好了。第9条，攻击方向。本作战斗系统的一大特色呢，就是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对敌人进行攻击，并且有一系列的战斗逻辑都基于这个概念进行拓展，构筑出了非常接近于真实又极具特色的战斗体验。首先呢，请一定时刻留意屏幕中间的战斗图标，这非常重要当你可以攻击到敌人的时候呢，游戏就会自动锁定你的攻击目标，这个图标呢也就会显示出来。这几个黄色箭头状的标记呢，就是攻击方向的提示图标。在本作当中，你的攻击方向只分为上下左右4个，其中下方的攻击为突刺攻击，所以像一些斧子和钝器呢，就没有突刺的这个方向了。这几个图标中，红色的那一个就是表示你当前的架势会从哪一个方向对敌人发起攻击。战斗当中需要移动鼠标或者使用手柄的右摇杆来改变攻击方向。我这里呢也是推荐大家用手柄来游玩，因为使用鼠标来进行攻击方向的改变还是有点难受的。那么从不同的方向进行攻击呢，棋手的架势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你自己的动作和敌人的动作。我这里呢就用单手键来展示一下各个不同攻击方向的姿势。然后呢，在攻击的时候，我们不要从敌人架势指向的相同方向发起攻击，这个呢是有极大概率会被对方完美格挡，然后对你进行反击的。再一个呢，是面对持剑的高级敌人时，也不要从对方架势指向的反方向发起攻击，比如说这样。你这样子攻击呢，是会被对方大师反的，伤害就直接打到自己身上了。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切换攻击方向是需要消耗时间的，这一点呢，在使用大师反的时候比较重要。我们后面呢也会详细展开。最后呢，是在你攻击过后，攻击方向会有一个默认的改变，这个在游戏的战斗说明中有详细的介绍。这一些都是我们后面如何使用连招和对敌人进行骗招时可以利用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基于攻击方向衍生出的一个重要战斗机制——连招。当你以特定的顺序从特定方向连续命中敌人之后，最后一击就会变成必定命中的破防一击，这个呢就叫做连招。你可以在角色信息面板的连招界面中查看所有已经学会的连招，不同的武器搭配都有其对应的连招。那么连招应该怎么应用呢？我们先来说一个新手战斗时经常会出现的问题那个就是由于太过于害怕或者是不够自信在战斗的时候呢会过于谨慎，只依赖于防守反击，完全不主动出击并且呢，即使是你反击命中了，也就打中一下就停下来，继续等着对方的攻击来进行反击如此往复。这种方式呢，稳虽然稳但是会极大的拉长战斗的时间，增加你失误的概率。对于新手而言呢，等于是让战斗更加困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连招就会很有用了。在你攻击命中敌人之后，如果按照连招的攻击方向继续进行攻击，你的下一击只要没有被对手完美格挡或者闪避，就可以在最后一下打出连招，必定命中敌人。而我们一开始就已经学会的自然连击呢，是以横砍起手的，不需要做任何调整，只需要连续攻击就可以构成连招。所以你每一次命中对手的时候，都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对对方造成更多的伤害，扩大你的优势。但一定要注意的是
在你尝试施展连招的时候，请一定看清楚自己的攻击有没有被对方完美格挡，因为在被对方完美格挡后进行反击的时候，你如果继续还在无脑进攻，那是一定会吃伤害的。所以呢，还是要多找 NPC 进行训练，才能熟练掌握这些技巧。除了你的攻击被对方完美格挡之外呢，连招也会在你没有命中或者对方闪避的时候中断，并且有的时候你出招出慢了，也会导致连招失败，就连不起来。这个呢，也是要多多练习的。游戏当中有不少的 NPC 会收费教授你新的连招，每学会一个新连招，都应该专门去试用一下，观察好如何利用武器方向的自然切换来更轻松的达成。游戏中绝大多数的连招都只有一招是需要强制在连击时改变攻击方向的，所以你只要记住需要主动改变方向的那一招，其他的时候都是直接无脑点击攻击就可以完成的。我们这呢就使用短击这个连招做个演示。短击呢是从上方起手的，那么上方攻击完之后，方向会自动变到左边，但短击的第二招依然需要从上方打出。所以呢，我们在第一招快结束的时候，出第二招之前，要推动摇杆或者鼠标，把攻击方向变到上面去，再立刻按下攻击键，打出第二个上方攻击。此时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招，它需求从左侧打出。那么因为上方攻击完，自动就会变到左侧，我们呢就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直接按攻击键进行连击，这样呢就完成了连招。我们再来连贯的看一遍。好，在了解了连招如何使用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其实连招的成功率还是蛮低的，敌人完美格挡的概率其实很高。那么我们如何提高连招的成功率呢？首先是连招的起手一击，最好选择对方架势没有防护的那一边，这样可以降低对方完美格挡的概率。只需要在选方向的时候，不要选到对方的反方向被对方大失反就好了。然后呢，在连招起手的时候，可以按住攻击键进行蓄力，这样子呢会打出蓄力攻击。如果你有猛击者天赋，还能进一步降低敌人完美格挡的概率。然后再配合风不可当这个天赋，让你的后续攻击更加难以格挡，确保连招的施展。最后呢，你还可以在起手的时候先选择另一个方向，并按住攻击键进行蓄力，在松开按键实际攻击之前呢，突然切换到你连招的起始方向进行进攻。这个呢叫做佯攻，它可以进一步降低敌人完美格挡你攻击的概率。加上前面提到的那些天赋，以及这个虚晃一枪天赋，可以最大化连招的成功率。好，这就是关于连招的所有技巧。接下来是战斗中的一个核心技能大师一击，俗称大师反。这个技能请尽早去找公猫进行学习。只要你完成了战斗训练1这个任务，就可以对公猫发起决斗。赢得决斗之后，他就会教你大师反。那么想要进行这个决斗呢，是有一些前置要求的。你的武器必须是剑，短剑、长剑都行，不然呢，他是不和你打的。为了确保赢得决斗呢，最好还是穿上全身的板甲，并且多多训练，把常规的战斗技巧都练习熟了。大师反的使用方式呢，就是呢，先把你的架势调到敌人架势的反方向，然后在敌人攻击出现绿盾的时候，不点击防御键，而是点击攻击键，以攻为守，这样呢可以中断敌人的攻击，同时对他造成伤害，此为大师一击。在学会大师反之后，第一个重点就是，请一定记得，大师反只有在你装备剑类武器的时候才能使用，因为现实当中这种战技都是需要依靠武器的横格来保护你的手部，架住对方攻击的同时给予反击，所以游戏当中就必须装备剑类武器才可以使用大师反了。这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如前文所说，切换攻击方向，也就是架势的时候呢，是需要消耗时间的。如果对方已经发起了攻击，都已经出现绿盾了，此时你再调整到他的反方向进行反击时间是不够的。所以当你发现对方攻击的方向和你当前所处的架势无法构成大师反时，就不要紧急切换方向强行反击了，最好还是乖乖进行完美格挡之后再谋求反击的机会。好，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介绍3个大师反的具体应用。第一个是把架势直接摆在对方的反方向，等待对方攻击，然后使用大师反。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呢，你一定要紧跟对方架势的转换来转变自己的架势，不然你换晚了就来不及使出大师反了。第二个呢，则是在对方攻击时先进行完美格挡，
在这之后呢，你的架势很多时候会刚好和对方的相反。此时如果对方进行连招，那么你呢就可以立刻使用大师反进行反击。最后一个呢是主动骗招，你使用从下方，也就是突刺进行攻击。如果对方对你进行了完美格挡并且反击，那么他的反击大概率是从你的左边打过来的，而你的手呢，由于自然的方向切换会切到右边，那么你只需要直接攻击就可以构成大师反。而如果对方不进行反击呢，那么你的这一个攻击就可以直接打在对方的身上，甚至还可以帮助你构成一套连招。以上就是关于大师反的全部内容。我们来看下一条，闪避。虽然游戏教程中完全没有教啊，但战斗当中其实是可以进行闪避的。操作呢，就是你先按住移动键，然后点击空格或者手柄上的 B 键，就可以朝对应的方向进行闪避。在对手进攻出现盾牌图标时进行闪避呢，还是完美闪避。敏捷属性中的死亡之舞天赋和战斗属性中的行云流水天赋，还可以在你完美闪避时给予你临时的属性加成。需要注意的是呢，你穿的护甲越重，闪避的时候消耗的体力越多，速度呢也越慢。由于闪避需要消耗体力，闪避完成之后还有一个比较长的硬直时间，啥都做不了，导致闪避时机不对的时候啊，还会白白吃敌人一记攻击。所以呢，通常不如完美格挡来得好用。所以我这里只推荐给对战斗系统已经比较熟悉的玩家，根据实际情况来灵活使用。好，现在呢，关于战斗系统的机制啊，就已经介绍完毕了。下面呢，我将结合上面所有的系统，给大家一些进阶的战斗建议。首先是如何应对1打多的战斗。本游戏当中呢，单挑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而面对多个敌人的时候，甚至只是2个或者3个，都会比单挑困难许多。我的建议呢，首先是尽量不要在狭小或者障碍物比较多的区域和多名敌人进行交战。除非啊，你能在一个一夫当关的地方，利用地形逼迫敌人一个一个上来和你单挑。然后呢，是保持移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按键，是游戏教程里没有提的，那就是按住鼠标的中键或者手柄的 RB 键，可以解除战斗锁定，自由移动你的镜头，并且在松开的时候呢，会自动锁定离屏幕中心最近的那个敌人。使用这个功能来观察周边的情况和重新选择攻击对象啊，都是非常有用的。在1对多的战斗当中，一定要多多使用这个按键。这一做呢，不像1代当中啊，敌人会一拥而上对你群殴，所以面对多个敌人的时候呢，相对压力会小一点啊，但也只是相对的。并且啊，你其实可以通过敌人的行为模式判断出谁的威胁更大。通常那一些想要攻击你的敌人会冲得比较快，逼近你的时候是跑步的，而那一些慢步移动敌人呢，则更倾向于进行观望。如果你要主动进攻，最好不要选择那些观望的敌人，因为他们的位置通常比较靠后啊，你在打他的时候很有可能会遭到其他敌人的攻击。所以一定要灵活应用之前提到的鼠标中键，随时选中人群最边缘的那个人，然后绕着他进行侧向移动，这样呢才能有效的避免被敌人包围。再一个呢是尽量不要使用连招，因为当你持续对着一个敌人哐哐输出的时候呢，其他敌人就会绕到你的背后，把你给包围了。下一个呢是多使用突刺或者大师反来削弱敌人的血量，这样呢可以逐渐削弱敌人的整体战斗力。再一个是一定记得穿上厚实的盔甲，在面对一大群敌人的时候，你肯定会有一些攻击是躲不过的，穿上重甲呢就能大大的提升容错率，不至于被1-2招就打到流血，然后被对方慢慢耗死。当然了，给武器抹上毒药也能大大降低对多人作战的难度。这里呢还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如果在你锁定的敌人没有做出任何动作时，你屏幕中心的绿盾却亮了起来，这个是说明啊，在你可以进行完美格挡的范围之内，有另一名敌人正在对你进行攻击，此时请一定记得点击防御按键进行完美格挡。这一点呢，其实也是我发现新手经常忽略的呀，只看到了当前锁定敌人的动作，却忽略了图标的提示。另外有一点呢，就是当你没有能看见敌人的时候，可以通过听声音来判断一下哪一个敌人正在对你进行攻击。最后，在战斗训练老师那里也可以进行1对多的战斗练习。如果你没有把握，那就请多去练习。好，讲完了1对多，我们下一条来看一看怎么应对远程敌人。当你遇到使用远程武器的敌人时呢，如果对方只有1个人啊，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你可以进行斜向移动或者 S 型走位啊，快速啊对他进行逼近。
通常配备远程武器的敌人呢，护甲会弱一些，近战的威胁度不高，进了近战你打败他就非常的简单了。但是呢，如果是一群敌人在跟你交战其中还有远程，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通过走位，把近战的敌人挡在你和远程敌人的中间，这样子呢就会阻断他的射击路线，后面的敌人就不会进行射击了。如果你注意听还可以听到远程的敌人和他的友军说你把我的射击路线挡住了，没有办法进行攻击这个时候呢，这远程敌人相当于就是不存在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机制。好，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条建议，突刺攻击的妙用。在非战斗状态的时候，按住防御键，再点击攻击键，这个时候会直接执行一个突刺攻击。突刺攻击呢，会比你挥砍攻击的更远一些。这一招呢，可以在开战前削减敌人一定的血量，尤其是对一些重甲敌人你直接对着他脸部进行刺出，是不计算头部护甲的，能直接造成伤害。另一个呢，是在你追击敌人的时候他跑来跑去你没有这一个攻击图标，挥砍呢打的又太短，打不中他，这个时候你使用突刺就可以有一个比较长的攻击距离，更加容易命中对方。突刺的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动作比较快，即使敌人和你同时起手，甚至先起手，你后起的突刺很多时候都可以先打中对方。尤其是在后期你的属性比较高了，本来攻击动作就快，突刺还更快，几乎可以打的敌人根本无法还手了。好，以上的15条建议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这款游戏当中的战斗有着非常独特的体验，在熟悉了系统之后呢，还是非常好玩的。我呢也是希望这篇攻略能给大家带来帮助，把我体验到的快乐呢也分享给大家。如果你觉得还不错，请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并且转发。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